永德13年，南安侯贪墨受贿，被褫夺爵位，自尽而亡。南刘瑾受缚千里，流放凉州，途中遭遇郑鼎清算，跌落雪山。我自少时起，锦衣玉食，飞马轻裘，好华灯烟火，良景美人。凡禄半生，就要被埋葬在这雪山之下，终成空茫一片。不要死，南刘瑾，不要死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救我？我背上这个狼狈不已的人，也曾被誉为京都最风流。多少名门贵女一掷千金，只为换他于朱雀桥头惊鸿一瞥。这样的他，自然不记得皇室秋寿上被他护住的我。世子，有道不忍生。你一个弱女子，哪有这么大的力气？为什么不说话？自然是因为没有力气才说话了。你想要什么？金银珠宝、王后恩赏，这些我暂时给不了。我要你活着。你醒了，别晃了，有风。你的眼睛血盲症暂时失明了。哦，谭志威，我一直记得你。那一天在雪山里，他说若能走出这座雪山，你等我3年，3年后我来娶你。我真的等了他3年。3年时间，南刘瑾于南发战场上杀敌立功，被皇帝亲封镇南侯，风光回京。回京的马背上还带回了另外一名女子。袒露披无自思念，却不堪侵染。看好他，俘虏弄丢了，你提头来见。撤！不知这价值5座城池的聘礼能否娶到谭家小姐？这般鲜衣怒马的少年郎，越过风雪，迈过沙场，来到我身旁，执起我的手，说要以5成的聘礼交换我的余生。枫树下寒水穿梦几多时，到如今是谁的情？我要先入宫面圣，等我出宫，我便来找你说话。主帅，这泼辣公主我实在搞不定啊！为我10万将士报仇雪恨！但我可以，但我夫人不行。还未成婚，你别乱喊。横竖婚期已定，如果你觉得我喊夫人你吃亏的话，你也可以换我夫君啊。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远去只一瞬间，不敢问此情何解。谁？是我，别开窗。听说新郎新娘成婚前夜见面是不吉利的。那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。3年沙场征战，遥望故里月明，恍然间觉得当年种种皆成虚妄，唯有在想起你时才感到真实。很多次我以为我会死。那一夜，他柔声低语，将许多有关自己、有关过去都讲给我听，似要就这样把一生都讲完。轻声叹一曲琵琶，撩动谁心猿意马。胭脂点春啊，云红霞。君子一诺重千金，千金换卿许白头。微微，我终于娶到你了。那时我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场花开，便坚信着未来将与他走过每一场春秋。来那一段风流无暇。你一个充当杂役丫鬟的俘虏，还敢耍脾气？都在这儿做什么呢？夫人，都去做自己的事。你知在边境时，南刘瑾是如何与我纠缠3年的吗？侯爷，您下朝了。夫人呢？今日月明年，何
和你说什么了没有？说你与他纠缠了3年。不是的，当初我佯作寻常商贩潜入敌国探取情报，任务目标就是他。如今他虽为俘虏，但毕竟有公主身份在嘛，在日后两国谈判中将作为重要筹码的。陛下，别让我亲自看着。那你能否将他安置在京郊私宅，派人看守？月明岩十分聪明狡猾，恐怕不能放心。你率军歼灭了他麾下将士10万余，此等国恨，我只怕他会寻机对你下杀手。是我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原以为你会误解，没想到夫人是在担心我的安危。可你完全不吃味，我怎么又觉得不太开心呢？我是认真的。好，知道你是认真的。你夫君再怎么说呢，也在战场上拼杀了3年，相信不会这么轻易死掉的。恭喜夫人，这是喜脉呀！怎么了？小姐，您有了身孕，可现在侯府整日被那个月明宴闹得鸡犬不宁的，偏偏姑爷又不下令将她关起来，我担心。夫人有了身孕，韩苏姐姐要我们换个淡雅些的香薰。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是要逼我把你关起来，绑上手脚才罢休吗？你不要我闹，为何不早绑了我？我记得在边境交手时，你说过。如此鲜活明媚的女子，若是在战场上断了手脚，该多可惜啊！你不愿束缚了我的手脚，便纵着我在你允许的范围内扑腾。可南六姐，你如此自信，早晚有一天会后悔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，我得先去找一批有经验会伺候的老嬷嬷来。哎，你说他会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听说儿随女，女随父。若是个女孩，你会希望她安静些还是闹腾些？女孩闹腾些也无妨，若她喜欢，纵使舞刀弄棍我也送着。女孩闹腾些也无妨，若她喜欢，纵使舞刀弄棍我也送着。何必这么紧张？我只是与他说几句话罢了。你这么相信我不会对你出手？一个能当女将军的人，应该不屑于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有孕女子动手。我要是你，一定会想方设法把我送到南流井看不到的地方。毕竟在没有你的那3年，南流井对我如何，你概不知晓。行军打仗，最忌讳的便是对敌人一无所知，在深宅里也一样。日后我得空，便带着你在京郊附近四处走走，等孩子长大了，再去江南。我不许你离我远去，流浪天际，遥遥消散在山林。我不许你后会无期，化作一场雨。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夫人出事，你来怪我？南流井，你该怪你自己。我明知道我跟了出去，却没有拆穿。只留下回忆。小姐，您别太伤心了。了解的寻常不认可。为何假装不知道我扮作丫鬟跟了出去？是担心我被关得太久闷得慌，还是有意挑逗戏弄于？却没想到我真的会对你出手。薇薇，我们还会再有孩子，等你养好身体，等你养好身体。或者是不沉默的就让一生成遗憾。自我小产后，南流警告了假，日日陪伴在我身边，小心翼翼的不去提及孩子。什么声音？是府中的母猫生了小猫。薇薇，刘景，能不能赔一条命给我的孩子？前几日两国已完成谈判，月明言谈，需要完好无损的送回去。你是真难熬，天子重臣，大局在前，我明白。我想回谭府看望父母，我陪你一起，顺便陪母亲一段时日。你与侯爷是不是闹矛盾了？娘，你想多了。
你呀，也就是侯爷宠着你，才让你吵架受委屈就跑回娘家。可夫妻之间哪有那么多过不去的事儿？想开了就早些回去，爹娘啊还盼着抱孙子呢啊！知道了，娘，你放心吧。路人间只愿这一刻无爱姑爷，别吵了你家小姐休息。唉，这2月呀，姑爷一得空就跑来谭府献殷勤，夫人也多番劝你。小姐，你打算何时回侯府呢？就算有什么心结，也应该同你夫君敞开了说。微微，你看我带什么来了？你先站那儿。你与月明言究竟有何过往？你对他如此放纵，甚至不顾生死。南境战事，我曾刻意接近他，探取情报。是，我也承认，我的确很欣赏月明言，是我的疏忽。可如今战事已领，两国谈判结束，月明言离京在即，我保证他此生不会再出现在你眼前了。这2个月，我因为你离家出走的举动，吃不好饭也睡不好觉，人都消瘦了一大圈，就连陛下都问我是不是大病了。夫人，这孩子总会再有的，可你不能不要夫君了吧？谁让你不好好吃饭了？那你肯回来吗？你母亲寿辰将至，等为她庆贺完寿辰，我来接你回家，好吗？侯爷，月明言方才自惭腰险，偏要见您。今日没空，本侯要去接夫人回家。邻国使臣将至，若月明言出了什么好歹，小姐，兴许侯爷是有事耽误了。换谭府的马车来，我们自己回去吧。夫人，夫人，南六姐，你分得清我是谁？阿琴，又胡闹。微微，你还记得你说今天要接我回家吗？你给我下药！药剂我只下了半服，南六姐，方才你看到我虚弱的样子，分明心疼。你给我下药！药剂我只下了半服，南六姐，你舍得杀我？明日接我的使团就要来了，你不能杀我！夫人，您才刚回来，这是要去？大人稍后，我这便去请馆主来。哪一间呢？怎么是茶呀？姑娘，你走错房间了。酒，我要喝酒。这里没有酒。酒馆里怎么会没有酒？连你也欺负我，你们一个两个的都欺负我。是不是因为昭明寺那天我弄丢了秋来的姻缘结，他才不喜欢我的？这出去。刚成婚的时候，他待我无微不至，我几乎以为他要爱上我。他真正爱的人让我失去了孩子。他以家国大义包庇着他，哄我骗我说要接我回家，却又让我看见他们私会在一处。
没有人会这样去爱一个人的。可我不明白，纵使他不爱我，又怎么能爱上他口中的敌人呢？又怎么能爱上害死他孩子的女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镇南侯来了。醒了？怎么一个人在外喝得这样醉？这披风又是谁的？南流情，我们和离吧。什么？我想了很久，当年你说要娶我，是因为我在你绝望的逆境中拉了你一把，你一时感动，便草率地许下了一生的承诺。草率？韩志伟，除了你，我从未给过任何人许下过一生相伴的承诺。少时的你有多意气风发，赤膊迎城，受到多少京城女子的爱，你早就习惯了众星捧月、人人簇拥的生活。你永远都有选择，想要同谁共城，同谁共饮，同谁春风一度。你酒还没醒，我去为你端碗新酒汤来。岳明言以女子之身为国征战，何等风姿动人，银鞍白马，飒沓流星。你会动心，我不怪你。微微，是我的错，可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他下了药，我亦是失神才。你是圣将，他是败寇，沙场征战你没有输给他，如今却能中他的算计，我只能想到一个原因。我不怪你的，只是你不该说要娶我，又爱上别人。你这样做会让我觉得我是不是真的很不好？我只是喜欢你，不想让你死。在雪山里，我真的没有想过要用恩情裹挟你一生的。春色叶子楼台跌落，眼中豪情都虚设。我知道你现在是镇南侯，休戚一世，有伤民节，你将过错推到我身上就好，就说我身有隐疾，无法诞下子嗣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势必会令谭府蒙羞。你若能看在过往情分上，维护几分谭府业。你倒是想得很周全，可我不会同意和离，也不休妻。大人的事我会向你补偿，你想怎么样都好，但别和我分开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早点休息。没有月明言，也还会有别人。南流情，我亲眼见过你和别的女人赤诚纠缠的错误画面，你向我说亲眼见过，所以你恶心了，是吗？偏偏月牙里分爱又伤感，失去了分寸。我不会同意和休息。侯爷，遣散名单已经出来了。微微，我们会重新开始。自欺欺人，有意思吗？微微，是我醉了，还是你来找我了？阿爹生辰，你答应过他会去谭府看我的。你要同我和离，我这镇南侯的爵位下访到一个工部侍郎的府中，只怕谭府招待不起。微微，别碰我！谭小姐想在父亲面前展现夫妻和睦，我能理解，可你总要能忍下心头的恶心，与我亲近才是。只是走个过程，你何必亲我就答应。你别用这样冷漠的眼光看着我，会让我觉得你不再爱我。你要伤我。待阿爹过完寿辰，你我便去户部签下和离书，自此再不相干。户部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以为他们敢吗？那我便成诉，总有一种办法可以和你分开。你想闹到公堂？谭知薇，你是清流世家的女儿，谭家将名声看得何其重，你要为你自己的任性毁掉满门清誉。夫人，还有什么事吗？嫂嫂怀有身孕，兄长公务繁忙，阿娘只怕也没有那么多精力照看，不如让我留在谭府照顾嫂嫂。这怕是不妥吧？谭府若没有称心得力的丫鬟，从侯府调下来便是。夫人，请回吧。南流景，我不想与你成为一对怨偶，
你何苦非要缠着我？侯爷，你有刺客！你说我为何非要缠着你？您这苦肉计唱的，又是何必？夫人，侯爷怎么也不肯喝药，您要不去看看？方才管家说你不肯喝药，你来看我，心情好了就喝了。你是为我受的伤，等你好起来，我再与你谈我们的事。我枕下有一把匕首，什么意思？等我快好起来，便拿匕首再捅进这伤口里，这样我永远都好不了。你永远别跟我谈和离的事。你休息吧。韩之辈，你觉得我对你只有恩情，没有爱情？可如果我告诉你，我是喜欢你的呢？那我会更恶心。所以我又何必告诉你？夫人呢？方才上了辆马车，瞧着是解封酒馆来的。备马。兄长，您是？你在这里见谁？妹妹，侯爷，您也来了。老师，你也在这儿？老师，坐过。帝师要亲自操办四海治修缮事宜。我与大人谈论间，听到大人独到见解，便瞬间想起来，邵氏妹妹与我讨论过相同的观点，便请了茶馆的人去侯府将妹妹接来。没想到侯爷竟是半刻也没舍得和妹妹分开。怎么咳嗽了？哎，近来秋风寒，你都要小心身子。老师的好意，喝些润嗓吧。你在看什么呢？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我怎么就没有好好说话？你跟来质问我，是以为我要见谁？就是不知道我才跟来。我不是你，何必担忧？你从前不是这样对我的。这是在大街上，你不要闹了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吧，我知道错了。你没有错，只是你该找个你喜欢的女子共度一生。可我喜欢你啊。可我不想喜欢你了。你在战场上那3年，我日夜为你祈福，脑海中想象着你得胜归朝后我们再相见的场景，可一切都很空白。南流景，我想象不出我们相爱的场景。如果没有雪山相救，你不会注意到我。可那真切发生过。战场3年，我多次险象环伤，重伤濒死，皆是靠着娶你的信念活过来的。我的承诺并不假，可你的心并不真。任何人救你，你都会许下这一生的承诺。若我只是一名与你萍水相逢、莺声燕语的歌姬，指不定都会与你有一段艳情。艳情已经将我对你的情感贬低得这样低。到此为止吧。你不要对我有亏欠，我也不要对你有心。你眸中万千，独舞几身，我便佛身外身。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话太重了？是他先辜负了小姐，小姐怎么说都不为过。只是方才那番话确实不像小姐能说出来的话，总觉得不够体面。南流景自小锦衣玉食，虽中途历经坎坷，却很快又在战场上博得功名，封侯赐爵，心气儿高得很。我若不说的过分些，他又怎么能放手呢？可我瞧着侯爷似乎真的很难过。但小姐你也千万不要原谅他。我知道他很难过，因为他大约真的有那么一点喜欢我，可我也是真的不想要他了。那不是帝师大人的车驾吗？好巧啊，大人您也途经这里？也不算巧，我在等你。你不要对我有亏欠，我也不要对你有心。这有人晕倒了。